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解说《鬼谈新邪恶》的第4集《鬼宅》。这一集可以说是本剧最恐怖、最吓人的一集，剧情方面反转连连，结局更是细思极恐。接下来正式开始今天的解说。本期给我们分享鬼故事的是阿碧。1年前，阿碧身怀6甲，为了给肚子里的宝宝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阿碧和丈夫阿东决定买一个大点的房子来迎接小生命的降临。经过东奔西跑，精挑细选，最后2人相中了一处郊外的2手别墅。没想到从搬家这天开始，诡异的事就接连发生。这天阿东倒车时就感觉好像碾压到了什么东西，然后下车查看，竟是一个无头无者的雕像。这么邪门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难道是因为这栋房子没有供奉神龛保佑吗？因为在泰国，家家户户门前都会供奉神龛，祈求神灵保佑。虽然在泰国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，但阿东并没有当回事，而是把那个无头无者的雕像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可下一秒，就在窗户处出现了一个鬼影，直直地盯着他。搬到新居的第1晚，阿东就坐在床上画着什么。阿碧表示男闺蜜想要给阿东买他最爱吃的涮锅。阿东听后很是不爽，因为之前在旧房子的时候，男闺蜜就喜欢送东送西，还经常趁阿东不在家，在家里修这个修那个。阿碧并没有感觉到阿东浓浓的醋意和不满，还理直气壮地表示，谁让你不在家，人家也只是帮你照顾我而已。看来这表面和睦的小夫妻还是有不少感情纠葛的。深夜，阿碧被外面的音乐声吵醒，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？阿碧起身，竟看到了门缝有黑影闪过，然后壮着胆子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前。就在黑影再次闪过的瞬间，阿碧快速打开房门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这天阿碧在洗衣服时，突然闻到阿东衣服上陌生的香水味，还发现墙上画着2个诡异的小人。晚上阿碧在家等着阿东回家吃饭，可阿东却发来信息表示自己有事，可能很晚回家。就在阿碧收拾饭菜时，一道黑影又从眼前闪过，提心吊胆的阿碧小心查看时，一个上吊的绳索又诡异地出现在他身后，可是扭头看去，绳索又消失不见了。就在阿碧放松警惕后退时，一个身穿舞者衣服的黑影正伸出长长的尖爪，慢慢靠近他的脖子。阿碧猛地回头，依然是什么都没有。第2天阿东回来，阿碧不停地刨根问底似的质问阿东，为何昨晚很晚回家。阿东对于妻子的这种态度很是反感，生气地离开了房间，却在阳台再次看到了那个无头无者的雕像。明明已经扔到了垃圾桶，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呢？本来就是心烦气躁，又看到这个晦气的物件，阿东上去就是一脚把他踢到了水池里。一抬头看到了一个挂着锁子的房间，阿碧则给男闺蜜打电话，哭诉着自己的委屈。这时门外就有一双无形的眼在盯着他。突然房门自动关闭，可是阿碧出来查看，又是空空如也。而阿东这边则刚好进入了那个房间，这应该是一个储物室，堆满了各种杂物。阿东打开了角落里的一个箱子，然后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这时一双惨白的手从阿东身后现形，从脖子后方慢慢移动到脸上，狠狠地挤压。突然阿碧从梦中醒来，那么刚才的恐怖场景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好奇与恐惧交织在一起，迫使阿碧开始上网寻找答案。这一查竟然查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，原来自己住的这栋别墅是一个鬼宅。这栋别墅的第1任主人是一个舞者，花重金买下了这栋房子后，舞者就喜欢上了一个男人，便邀请对方来这里住下。就在舞者准备和他组建幸福家庭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男人早有家室，而男人接近他的真正目的也是为了他的钱财。后来男人把他心爱的房子卖掉，伤心欲绝的舞者就变得疯疯癫癫，神志不清。亲戚朋友带舞者去医院治疗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而后只要有新房主搬进来，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灵异事件。因为舞者都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返回房间，穿着舞蹈服在楼梯口处上吊。更骇人听闻的是，舞者用来上吊的绳索又细又硬，
当他的尸体开始慢慢腐烂时，绳索也慢慢的勒进脖子，最后把他的身体和头颅一分为二。从那以后，房子就被低价售卖，不管是租房者还是买房者，最终都会搬离这里。阿碧将此事告诉给了男闺蜜，对方表示马上过来陪她。阿碧刚洗完澡，又听到了怪异的声响，循着身影来到了洗衣机前，原来是洗衣机在工作。关掉洗衣机后，正准备拿衣服时，竟看到了一个腐烂的头颅睁开了双眼。这一幕让阿碧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的向外跑。正好男闺蜜和阿东及时赶到，打开洗衣机一看，却并没有什么异常。这晚三人一起共进晚餐，阿东一改之前的抵触情绪，和男闺蜜侃侃而谈，还希望他有空常来照顾妻子阿碧，毕竟自己工作忙，而阿碧最近一直神经兮兮的，总说自己见鬼了，有男闺蜜来照顾，自己也就放心多了。男闺蜜则分析，阿碧的情况应该是用钱综合症，是体内荷尔蒙分泌异常所致。这时阿东调侃道，阿碧遇见的鬼应该是荷尔蒙鬼。这一搞笑回答让尴尬的氛围缓解了不少。吃完饭，阿碧送男闺蜜回家，阿碧表示阿东今天的表现很异常，最近从来没有这样过，可能是男闺蜜到访的原因吧。最后两人约定让男闺蜜经常来看自己。没想到这个分别前的拥抱又让阿东看在眼里。深夜，阿东来到熟睡的阿碧面前，用手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可阿碧醒来一看，房间却只有自己一人。下床寻找阿东时，看到了他之前一直画画的本子，没想到在本子的右下角全部都是红色小人简笔画。随着快速查看，竟从前面的2个简笔画变成了在楼梯口上吊的1个简笔画。突然房间的灯熄灭，恐怖诡异的音乐声再次响起，借着手机微弱的亮光，阿碧恍惚间看到了那个舞者的黑影，可是再仔细看去却又什么都没有。此时阿碧也是惶恐不安，害怕不已。这时身后又出现了一个穿着舞蹈服的人，阿碧吓得瞬间瘫倒在地，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浓妆艳抹的舞者，姿势怪异地扭动着身躯。这个舞者正是她的丈夫阿东，他身上的这套精致的舞蹈服正是从那个箱子里找到的。难道阿东是被死去的鬼舞女附身了吗？伴随着灯光的忽明忽暗，一身舞者装扮的阿东慢慢地向阿碧逼近，然后一把掐住她的脖子。等阿碧从昏迷中醒来后，阿东已在楼梯口准备好了上吊的绳子。阿碧趁阿东不注意，逃上楼将门反锁，赶紧给男闺蜜打电话求助。此时男闺蜜正在开车，也没有接到阿碧的求救电话。阿碧听到外面没了动静，小心谨慎地来到门前，打开查看时，阿东突然出现，再次掐住阿碧的脖子，想置她于死地。关键时刻，阿碧顺手摸到了相框，打在了阿东头上。本想赶快逃跑，没想到阿东再次掐住阿碧。阿碧猛地转动身体，阿东顺着楼梯滚落了下去，平平地躺在了地板上，后脑勺处还流出了一大滩血。由于动作幅度太大，动了胎气，羊水也破了，眼看就要生了。阿碧一回头，看到了一个无头鬼就站在门口，接着无头鬼就快速朝他走了过来，吓得阿碧发出长长的尖叫声。无头鬼把阿碧赶出鬼宅后，男闺蜜也及时返了回来，把临盆的阿碧送到了医院。而脑出血的阿东也并没有大碍，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在阿东的记忆里，只知道自己进了储物室后，看到箱子里的一套舞蹈服，和醒来后头破血流的躺在地上。至于其他的事，根本就没有印象。原来是阿东被无头鬼附身才伤害的阿碧，好在有惊无险，母子平安。阿碧出院后，阿东就把那些舞蹈服给烧了。后来一家3口搬到了新家，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。在阿碧内心深处，一直认为阿东是被无头鬼附身才伤害的自己。万万没有想到的反转来了，阿碧又看到了阿东的红色本子。难道无头鬼又来了吗？打开本子的那一刻，阿碧惊了，上面写满了发自内心的愤恨，恨他，
恨他，我就要他死。不管我怎么做，都不能让那种疯狂的想法从脑海消失。就是不喜欢你跟他说话，我一半觉得你们只是好朋友，一半觉得你们肯定有什么私情。你们觉得自己也很聪明，给我戴绿帽子。你们觉得我想不到这一点吗？觉得我是个傻货吗？他肚子里的孩子肯定也不是我的。我恨他，我恨他，我就要他死，我要想办法杀了他。原来在鬼宅里的种种怪事都是阿东的杀妻计谋。知道真相的阿碧毛骨悚然，后背发凉。这时身后传来阿东的声音。阿碧看着他笑里藏刀的表情，又是一阵长长的尖叫。本集结束。看完本集让人心头一颤的，好像是阿东的人面兽心，看似人比鬼更可怕。但我觉得更多的错在阿碧。阿东之所以会有杀妻之心，主要是阿碧和男闺蜜过于亲密的举动所造成的。一个有夫之妇，难道不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谈举止吗？难道不应该收敛一下自己的放浪个性吗？如果阿碧能稍微保守一点，矜持一些，那么深爱妻子的阿东能干出这么出格的事吗？正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因为爱你爱得太深，所以你只属于我。如果你喜欢被分享，那么我就会恨之、杀之、诛之。万物皆有因果，请从自身找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支持并转发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